快点，来不及了。我也得抓紧办正事了，距离下次大集满打满算也就5天的时间。娘，你想好找谁了吗？这个，我打算找那2个关系不错的老姐妹，带着她们2家一起做，你看成吗？人实在，针线活也利落。上次1大袋碎布被，我们3人做了2日左右，如今有5大麻袋的碎布被，5天之内得把碎布被全部制作成饰品。算上娘和阿月，差不多还要找4个人帮忙。那就再让他们各自带上1个儿媳妇，只是这工钱就按60文1天，怎么样？60文1天，这么多！村里的男人去镇上干零活，1天也就30、40文钱。等咱们这批货卖完，肯定会有人跟风仿造，所以想抓住这波快钱，产量、速度都得抢在前头。况且咱们这个手工活还很费精力，多算一些也是应该的。好，听你的。等5天的手工活做完，到时再给2家送点东西，就当是额外奖励。行，就这么干。说干就干，先去老赵家。赵家3个儿子，目前只有大儿子娶了妻，下面2个儿子彩礼钱都还没着落，男人又从魏府退下来了。虽然有大儿子顶着，但也不够养活一大家子的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平时处得不错，能帮就帮点吧。赵婶子在家吗？哎呦，桂香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兰花，你先别忙活了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咱们先去云旁家，我跟你们俩一块儿说。行啊，走走走。桂香、兰姐，你们怎么一道来了？快进来坐。云娘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要跟你们说。还卖关子呢，到底啥事儿啊？我家最近做了些小饰品，昨日拿到集市上去卖了，没想到很受欢迎，赚了一些钱。饰品就是装饰头发的小玩意儿，也是我家儿媳妇出的主意。昨日我们又备了不少碎布料，打算趁着这几日多做一些，赶在下个吉日卖。可我们家就3个女人，实在忙不过来，所以我想请你们俩帮忙，再各带1个儿媳妇到我家一起做。工钱按1天60文算，从早做到傍晚，中午休息1个时辰，大概做5天，你们看如何？60文1天！村里的男人去镇上干零活，1天也就30、40文钱，我们做个手工活就能赚60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不多不多，这手工活费精力又费心思，得仔细做，不能马虎，而且时间紧，得抓紧做。我知道你们俩都是巧手，针线活好，人也靠得住，这才想着找你们帮帮忙的。那我们要做些什么？就是些小饰品，发带、发绳、小挎包之类的。放心，不难，我教你们，一学就会。行，我干。这么好的活上哪儿找去？我也愿意，正愁家里缺钱呢，这可真是及时雨。还得谢谢桂香记着我们，咱们之间说这些干嘛？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过你们得保密，这事儿暂时还不能让别人知道。放心，我们嘴严着呢，我们不会乱说的。那咱们现在就去？对，现在就去，时间紧，不能多浪费了。行，我这就回去喊我那大儿媳妇去。我们家老二媳妇手工好，我让她一起去。好嘞，那咱在院门口碰面啊。在这儿。那咱走吧，去我家院子。好。桂香，你这实媳妇儿可真是个能人，进门才多久啊，就把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了。可不是嘛，上次酒席我就看出来了，你那儿媳妇脑子灵，手脚也勤快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，确实不错。我也是沾了儿媳妇的光，这些主意都是她想出来的。赵婶子、李婶儿，2位嫂子，快进来坐。这姑娘长得水灵，说话也利落，难怪能想出这么好的营生。过奖了，李婶儿。桂香，你快教教我们怎么做吧。对，快教教我们。行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都别拘着，随便做。今天就照着阿和摆的样子做，有他手把手教，上手快得很。
哎呦，这发带做的真精巧，难怪卖的那么火，我瞅着都想买2条。可不是嘛，活了大半辈子都没想过碎布条还能做出这么多花样。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发带学起，布片剪成长条，两边往内折2折锁边，最后2头缝上细松紧就成。针脚密一点，不容易脱线散边。刚开始做慢些没关系，熟了速度自然就上来了。发绳更省事，3根彩绳编麻花辫，收尾打结藏好线头就行。手巧的还能在中间缠一圈同色系布圈，戴起来更精致。我试试。对，就是这个纹路，编紧点更耐用。小挎包稍微费点功夫，前后2片布先拼好花色，再缝侧边和底部，最后钉上布带子。大家不用全照着样品死做，想绣朵小野花，换个拼色搭配都行。有新想法尽管试，好看的花样咱们后续还能多做，还能自己加花样。我年轻时候最擅长绣小图菊，回头我绣2朵试试。说真的，桂香，你们家荷儿脑子就是活善，这点没人要的碎布瓣到他手里都能变出银子来，都是他自己琢磨的主意。我也就跟着搭把手跑跑腿，一天60文工钱，真的太划算了，比我在家闲着搓麻绳强太多。中午休息1个时辰，还能顾得上家里的猪和鸡。可不是嘛，我夫运去镇上扛麻袋，辛苦1天才挣30多文，这份针线活安稳，不受风吹日晒，实在是难得的好差事。你们知道吗？萧家昨日赶集买了1牛车的东西回来。知道啊，昨日就传遍了。这不年不节的买那么多东西，哪来那么多银子啊？你们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我听说啊，是萧家那新媳妇在山上挖到了一株人参。人参的假的？可不是嘛，我也是听村里人说的。昨天萧征去找了村长跟沈书管传出来的。那得卖了多少银子啊？肯定不少，起码100两以上吧。我们家就是不吃不喝，10年都攒不到100两银子啊！萧家这次是真要起来了，100两，100两才拿到哪儿啊？人家光是置办田产就花了120多两呢。什么？萧家买地了？买了多少？100亩地呢。看来萧家是真的发了，那岂不是那人参卖了好几百两？肯定的，不然哪来那么多银子买地？昨天还装了1车的东西。看吧，我就说王桂香那婆娘藏着掖着呢，明明发了财，也不跟大伙分享一下。这山里的东西又不是他家的，都是大伙的，凭啥他捡了便宜就独吞？要我说，挖到人参怎么着也得请大家伙吃顿酒啊！瞧瞧人家闷不吭声的偷着吃香喝辣的。别说，我今早还闻到萧家传来一阵肉香味呢。这有钱了就是不一样，一大早就开始吃肉了，这也太不厚道了。够了啊，董事，你少在那里煽风点火的。这山里的东西，谁挖到的就算谁的，这是咱们军户村100年来的规定，有本事你们也去山里挖呀！我看你们分明是眼红萧家，自家得不到就满肚子的酸气，人家萧家打到野猪，还贱卖给咱们村里人开荤。你家之前猎到一只兔子，有分给大家吗？还不是自己吃了。哼，这次萧家媳妇儿确实是挖到了一株人参，但也就是株小人参，估计也就卖了200两左右。200两？200两听着是多，可萧家立马置办了100亩地田，接下来还要修缮房屋呢，这还能剩多少？你们一个个的一天到晚少打歪主意，人家萧家这些年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。萧正德战死，留下一家老小，王桂香一个女人拉扯着儿女，靠着萧正一人撑着，过的什么日子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如今好不容易好点了，咱们同村的应该多盼着人家点儿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求着人家的时候？一个个的闲的事儿就多去开几亩荒地，少在这里说三道四，惹人笑话。萧家这些年确实过得不容易。是啊，人家好不容易时来运转，我们还在这里说酸话，好像是有点不厚道。你们不觉得萧家那新媳妇运气很好吗？特别旺财。怎么说？你们想啊，她一进萧家，又是挖药材，又是猎兔子的，还有上次那头大野猪，也是她跟萧征一起打的，这一桩的也太凑巧了。哎呦，你不说我还不觉得呢。所以眼下最要紧的是，赶紧把这些种子催出苗来。8月地边关降温早，我有木系异能，也不能违逆时节引人注意。土豆和红薯边关没人种过这2种动作，早熟土豆6、80天就能熟，秋播10月中旬可收。红薯虽本地气候不合适，但旁人不懂，靠异能也能寒冬前收，两者高产，收成就不愁过冬粮食。可惜只有种子没有薯苗，得温水泡1天，浅埋细土浇水育苗，10几天出芽，苗长高再移枝才结薯。苗床土越细，出芽才越齐，
可不能马虎。有一能催发这一下，不光吸水快，成活率、出苗率都能翻1倍，倒是省了不少功夫。虽然种子还没发芽，但土壤底子打好了，之后移栽到田下能省不少力气。土豆和红薯种子都金贵，一粒也不能浪费。最后一瓢水，浇透了就等着出芽了。差不多是申时3刻样子，也就是下午的3点半左右。阿俊怎么还会没回来？一大早就出了门了，这个时辰还没回来，难不成有什么变故？半个地契，应该不会这么久吧？可千万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！娘，嫂子，我回来了。娘，地契办好了，办好了，快给我看看。好，这下我就安心了。哥，你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我们都等急了。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别提了，这衙门里的差事可真不好办，好在有村长在。怎么了？唉，我一大早跟着村长去了衙门，本以为很快就能办好，谁知道负责登记的书吏看了我们递上去的银子和文书，却说这地契得层层审核，少说也得3、5日才能拿到。3、5日？那不是耽误事儿吗？嫂子可是说了，买回来的种子要立马下地种的。差爷，您看我们这军户人家急着用地，能不能通融融今日就把契纸办了？通融也不是不行，只是这规矩摆在这儿，想要快办总得有些辛苦费吧。这就是要好处呗。我当下就从怀里摸出20文钱，恭恭敬敬地递过去。差哥辛苦了，这点心意您拿去喝茶。谁知那书吏看了一眼，脸色却没什么变化。就这？于是我又摸出20文递了过去，那书吏这才勉强收下，却还是不帮忙办事。差爷，您看，他这才点了点头，开始动笔登记。可登记到一半，又说少了一份证明文书，让我们去找李正补开。于是我和村长又跑去找李正，折腾了大半个时辰，才把文书补齐。等回到衙门，他又说要去库房调档案、核坠田亩。就这样，前后后不仅折腾了1天，还陆陆续续的给出了不少铜钱，直到申时3刻，才终于把地契拿到手。唉，要不是村长帮忙周旋，我一个人怕是都办不下来。唉，辛苦你了。果然，不管在哪里，都是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尤其在古代，办事还少不了人情世故与宗族关系。好在萧俊机灵，知道该怎么做。那地契都办好了，明天咱们就去看看地吧。好啊，我知道路，明日我带你们去。行，明日一早，我们都去瞧瞧。100亩地呀，萧家这次真是时来运转了。左转，右转，齐步走。哎，听说北边又不太平了，怎么样？斥候有信儿没？昨儿刚传回来的，达子探马又摸边境线了，鬼鬼祟祟的，估摸着又想趁秋收搞事儿。娘的，这帮狗东西就没个消停时候，刚安分2月又来作死。持枪！刺！收！再来！行了，今日就到这儿，解散。都8月了，这日头怎么还这么毒？二柱，你站住！百户，您吩咐。你老实说，我这脸是不是比前几天又黑了？嗨，百户，您天天在太阳底盯着操练，能不黑吗？我瞅着都快跟校场边上的土皮墙一个色儿了。可不是嘛，百户，您站阴影里，我都快瞅不见人了。滚蛋！来，完了，真黑这么多，回头媳妇儿见了不会嫌弃我吧？这日头也太毒了，回头媳妇要是认不出我，那可怎么办？嗨，忙糊涂了，清早媳妇给装的猪肉锅棍。
什么玩意儿这么香？老肖，你躲屋里偷吃独食呢？什么偷吃？这是我媳妇儿一大早起来给我做的猪肉锅馍，让我带营里饿了垫肚子。先不说偷吃的事儿，我说老肖，你这脸可以啊！昨儿见你还没这么黑，这才1天功夫，咋跟从煤堆里爬出来似的？弟妹晚上点着灯，还能认出你不？男人黑点怎么了？操练晒的，光荣。可拉倒吧你！刚才我都听见了，你拉着二柱问自己黑没黑，我都不好意思戳穿你。我那是随便问问。行，算你厉害。说真的，我家那口子还在随军路上，得再过几天才到。我天天啃硬干粮，嘴里都快淡出鸟了。弟妹手艺也太好了吧！这肉馅调的绝了。媳妇儿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。绝了啊！外皮酥的掉渣，肉馅咸香还不腻。弟妹这手艺也太牛了吧！你小子真是捡着宝了。晒黑算啥呀？就冲这锅馍，再黑3度都值。好啊，你们俩躲屋里吃好东西也不喊我们一声，太不够意思了。老远就闻着肉香了，快拿出来分分，不然我们可动手抢了啊！老肖，你这脸咋回事？这才生百户半个月，咋晒成炭了？弟妹没说你啊？我瞅着比咱们营里烧火的锅底还黑，晚上不张嘴都看不见人。你们可别提了，刚才人家还拉着小兵问自己黑没黑呢，怕弟妹嫌他糙。行了行了，别逗他了，再斗下去，一会儿锅馍都不给咱们吃了。哼，都尝尝吧，我媳妇儿做的猪肉锅馍，川南那边的吃法，顶饱还香。我去，真好吃，比营里那干巴巴的干粮强100倍，可不是嘛？外皮脆，肉馅足，凉了都不硬，行军带着都合适。老肖，你媳妇儿这手艺，去镇上开个饭馆都能火，你可真是有口福。还行吧，也就一般好吃。你就装吧你，也不知道刚才是谁嘚瑟的不行。都在聊什么呢？回千府大人，这是属下媳妇儿做的猪肉锅排，特意让属下带来，操练间隙，垫肚子，补力气。拿一个我尝尝。外皮焦香不腌人，肉馅咸香入味，凉了也不影响口感，确实耐存又顶饱。你这媳妇儿是个会过日子的，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说嫌大户人家的丫鬟娇娇肉肉的养不起来着，现在倒好，知道怕媳妇儿嫌弃了。就这么会儿功夫，千户大人怎么都知道了？难道是刚在外面听到的？是属下当初眼光差，没见识。行啊，老肖，这下千惠都知道你怕媳妇儿嫌你黑了。滚蛋！再瞎说，下次锅阔没你的份儿。紧急集合，快！这个哨声是边关有敌情了。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以往这个时辰早就到家了哇。可能营里有事耽搁了。算了，咱们先吃吧，别等了。营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以至于耽搁到这么晚还没回来？回来了。不对劲，正常下营不应该是这种神色。怎么了？边境这段时间要戒严，全军都要候在军营里。我是请假回来跟你们说一声的，简单收拾下就得回去了。是要打仗了？我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了。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拿不定的事情就找娘帮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等我一下。你做什么？给你收拾点东西啊。这些金疮药、止血散、止听药，你都带上。还有这些干果和糕点也都带些。别收拾了，军营里管吃管住，我啥也不缺。那也得带点儿，万一饿了呢？这些糕点耐放，你随身带着。这些药也带上，随时备着，可别忘了。
媳妇儿，别说了，时间不多了，你快看看还需要收拾点什么，我给你一并装好打包。没有了。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阿征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要走？娘，边关要戒严了，我得回营里值守待命。边关要戒严了，我就说这几天怎么老是听见号角声？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媳妇儿给我装了些药和吃的，你不用担心。记住，别冲动，保命最重要。你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的。还有，别逞强。你爹当年就是太逞强，才……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去吧，别耽误了。我走了。我等你。别担心，这种事儿我经历的多了。边关就是这样，说不准哪天就要戒严，有时候一戒就是10天半个月，并不是一定会打起来，大多时候都是在营地里操练。你呀，别胡思乱想。阿征现在是百户了，不用凡事都冲在最前面。再说了，他算是从小在军营长大，知道怎么做的。娘，我没事，我都明白的，只是突然一下有点不习惯。这才嫁过来没几天，就要独守空房，确实难为你了。娘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只是……咱们都是军户人家，这种日子早就习惯了，你慢慢也会习惯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喂，算了，娘也是真的没把我当外人，才会说的这么直白吧？没事的啊。回去歇着吧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好。要是我的异能可以再强些，才刚适应了萧征这个大兆头的存在，这下好了，又得再一个人睡了。萧征走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没事的，他会平安回来的。没了萧征那个大热炉在身边，睡眠倒是完全充足了。虽然萧征不在家，但日子还得照常过。娘早啊，我来帮你。怎么不多睡会儿？起这么早，是不是阿征不在，不习惯了？没有，咱们今天不是要去看那新买的百亩地吗？得早点出发。原来是因为要看地啊，不是想阿征啊！坏了，这儿媳妇不会不喜欢老大吧？说来，萧家3兄妹都识得一些字，虽然不多，但日常的用字大多都是识得的。这也有赖于萧父小时候跟着一位老书生学了一些，否则以边关未耍的苛刻条件，一家子人都得目不识丁了。就是这里了。这些田地得好好翻整一番了，荒了这么久，不松土可不行。土质还算可以，只是太干硬了，得翻松再浇水才能种东西。娘，咱们得找人来翻地，这么大片面积，光靠咱们几个可翻不过来。那找多少人合适？30人吧，让他们分摊下，每组负责10亩左右的地，尽快清理出来，咱们也能早点移栽种植。马上就要进入9月份了，不能再耽搁了。等翻整好了之后，后面还得固定招10个长工，专门负责日常养护工作。这哪需要招人啊？咱家还有好几个人呢，招个长工每月得给出多少工钱？娘，那手工生意你们不打算做了？娘，有花才有赚，这都是必要的开支，你放心吧。你们那手工活生意，我不会让你们断了收入的。好歹我也是来自文明高科技的22世纪，哪怕很多事情没亲身经历过，但在那个网络大爆发的时代生活过，总要比古人多一些见识与创新吧。那行，都听你的。咱们找村长帮忙吧，让他帮咱们招人，由他出面，咱们也省事些。村长在村里说话有分量，对家家户户的情况也了解，最重要的是也能镇得住场子。由他出面找人，肯定比咱们自己一家家去问要省事的多。干活的这几日，就请村长当个监工吧。我身份比较敏感，又是新新来的心腹，村里人对我也不熟络，我说的话不一定能让他们信服。反正大头的钱都花了，也不介意再多花点，那就请村长兼个职好了。行，
就按你说的办。阿征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却不在家，小儿子还撑不起来，监工这活又晒又累的，总不能让儿媳妇天天在地里守着。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往常这个时辰，大家不都在地里忙活吗？确实奇怪，人都去哪儿了？唉，累死我了，白跑一趟，啥也没找到。我就说嘛，哪有那么容易挖到人参的？村里人都去山里找人参了，怪不得村子里这么安静。雇员都跑到山上碰运气去了，找了一整天，连根草药都没见着。我那锄头都挖钝了，啥也没挖到。唉，早知道就不去了，白浪费一天功夫。可不是嘛，我还不如去地里多干些活呢。果然，这人参不是那么好找到的，人家萧家媳妇有那个福气啊。有本事你们也去挖人参，挖到了也能买地雇人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眼红别人，有那功夫不如多干点正事儿。都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我家大壮18了，壮得跟牛似的，干活绝对麻爽。我家二狗也行的，力气大得很。你看看，需要拿给萧征媳妇过目吗？不用了，萧征媳妇已经跟我说了，让咱们帮着直接选人，要勤快麻利，不偷奸耍滑，不事多的。你按这个标准来筛选就行。赵家老二平时就爱偷懒不行，李家老三干活毛毛糟糟也不行，董家那小子嘴碎又爱管严事，划掉。就这30人吧，你看行不行？沈有才这次倒是靠谱，选的都是实在人，总算没有拉稀摆带了。可以，你去工部通知一声吧。行。好了，大伙儿听一听啊，念到名字的，明日一早在村长家集合。赵大壮、李二狗、王铁柱。太好了，我被选上了！嫂子，名单出来了。找村长帮忙，果然省事多了。村长在村里德高望重，他筛选出来的人必然都是靠谱的。早一天翻好地，咱们就能早一天种牛。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。再过些时日，等那些种子发芽，就能进行第2步了。到了10月中下旬，就能收获第一批土豆和红薯。还有一个问题，100亩田地仅靠人力耕管费时费力，即便雇10名长工，日常打理已十分耗工。待到秋收，土豆红薯沉重，单靠人力搬运更是艰难，唯有购买耕牛协助耕作，才不至于把人累垮。娘，咱们得再置办1头耕牛。耕牛？咱们不是找了长工吗？再说1头耕牛可不便宜，要不要再想想？娘，往后我肯定还会陆续添置田产，光靠人力耕种效率太低，长工们也累。有了耕牛翻地犁地，能省大半力气，还能加快进度。你说的对，这田多了，没个耕牛确实不行，省下来的力气也能让长工们多打理些庄稼。如果你手里的预算足够的话，那就买吧。干脆咱们再买1头骡子吧。骡子由马驴杂交而来，力气大，好养活，少生病，且寿命长，既能耕地驮货，也能载人赶车。往后往返镇上运送粮菜都靠它，不必再人力肩扛单用板车，能省下不少力气，不至于累坏身子。那得花不少钱吧？咱们这阵子开荒找场工，已经花了不少银钱了。应该够的，不够我再去山上挖点草药卖。行，都听你的，你考虑的比娘周到。嫂子，咱们家要买牛，还要买骡车，真的吗？嫂子，骡车是不是能坐好多人？以后咱们去镇上，是不是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？是真的，咱们明天就去镇上买1头壮牛，1头骡子，再配个车架。以后你们想去镇上，咱们就驾着骡车去，又快又舒服。哇，太好了！嫂子，明天我陪你去镇上，我力气大，能帮你看着牛和骡子，绝不让他们乱跑。家里的活儿就辛苦娘和阿妹了。地里的庄稼蔫秋秋的，叶子都卷了边，看着真让人心疼。嫂子，你看这地里的庄稼，都快旱死了。边关的气候本就干燥，雨水少，今年又遇上了大旱。从开春到现在，大半年没下过一场像样的雨，地里的土都干得裂了缝，庄稼根本吸不到水分，原本还有7、8成的收成，
现在恐怕只有4、5成了吧。就这样还得给朝廷上交粮税，今年的秋收怕是家家户户都剩不了多少粮食了。也难怪村里人听说萧家买地眼红了。这年头，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，没有粮食就得挨饿，必须尽快把土豆和红薯种下去。我可再也不想经历末世那种挨饿的日子了。请问镇上的牛叉在哪儿？在镇子西头。嫂子，快来，就在那儿。两位客官买牲口啊？对，我们想买头耕牛，1头骡子。客官好眼光，咱这里的牲口都是精挑细选的，保证康健又壮实。您瞧，这头是大水牛，力气大，犁地什么的最好使了。这头水牛10两银子不换价，这头骡子今年才6岁，正是壮年，能用10几年呢。这头12两。水牛看着确实壮实，毛色发亮，四肢粗壮。骡子也不错，眼睛有神，看着也挺精神的。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们随意瞧，随意挑。什么情况？嫂子，这牛似乎很亲近你啊！哟，这可真是稀奇了。这头牛平日里的脾气可大了，谁靠近都不乐意，怎么对您这么温顺？小娘子，您这是很讨这些牲口喜欢啊？他不仅不抵触我摸它，似乎很享受，很想亲近我。难道我的木系异能又变异了，连动物都能感知到了？据我所知，木系异能可以在催种的基础上衍生出攻击、掌控、治愈的功能，可却从未听说过木系异能对动物也有效果。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上次在深山遇野猪，我就隐隐觉得不对劲，直觉告诉我那头野猪就是冲我来的。今天这些牲口又是个个都往我跟前凑，看来不是我多想，是真的。所以我的木系异能现在连动物都能影响了。还好这些牲口都没开智，真要是能听懂他们想什么，跟他们有感知，以后我还怎么下得去嘴嘴吃肉啊？可这异能怎么突然就变强了？刚穿越过来那几天，我试过好几次，也就只能催种子发芽，半分影响动物的迹象都没有。遇到野猪那回，是我跟萧征成亲的第2天啊！难不成想什么呢？采阳补阴这种事儿都能想出来，搞得像个靠男人练功的妖精似的，丢不丢人？算了，异能越强，对我好处越大，总归不是坏事。正好借着牲口亲近我的劲儿，仔细挑一头最壮最健康的回去，开荒拉货都省心。眼睛清亮干净，鼻子湿漉漉的，呼吸平缓，骨背肌肉紧实，4条腿骨架粗壮，蹄子也结实耐磨。就你了。客官真是好眼力，这2头都是我这里最好的。水牛10两，骡子12两，加起来22两。牙人，我还要配一个车架子，你这里有吗？可以帮忙安装吗？车架呀，当然有啊。这样吧，看你买了2头牲畜的份上，我就算你3两银子吧。我这个车架结实耐用，就是改成马架子也是能用的，正好给你凑个整数，你看如何？那谢谢牙人了。可我们姐弟俩不会赶车，你能教教我们吗？行。还有，能送我们2条车鞭吗？稍等片刻，我先去给您把车架装上。来，我教您怎么赶骡车，只要掌握了诀窍，往后赶牛车马车都差不多。赶骡子要拉缰绳，左转就拉左边，右转就拉右边，停的时候要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那行，你们就在这块空地上先练练手吧。吁，左转拉左，右转拉右。不错不错，两位学得挺快的。那咱们这就去官府立官契。好。这官契您拿好，以后要是有什么饲养上的问题，尽管来找我。多谢牙人了，告辞。多久没吃过肉包子了？上次吃肉包还是在上一世。大哥，麻烦给我包10个肉包。好嘞，肉包5文1个，菜包3文，一共80文。走吧，回家。
今天有肉包子吃了，太好了！等等，咱们再去杂货铺一趟。来一趟镇上，自然要采购一番。行，这家店不仅卖日常生活用品，也卖各种杂粮香料，相当于现代的小超市了。阿俊，你在这里看着水牛和骡子，我进去买点东西。好的，嫂子。这个红糖来1块，盐来1袋。好嘞。绿豆、红豆、黄豆各来10斤，粉条、干姜、香胰子、灯油、水囊、麻纸。不买还不觉得，这一买起来，家里真是啥都缺，根本收不住。果然，女人一旦买起来，是没有上限与时间的。这一下又花掉8两银子，之前人参入账的500两银子，当日就花掉了26两，买地125两。今日水牛与骡子又去掉了25两，现在再除去8两，这么算下来，我还剩316两。接下来还要给干活的乡亲们工钱。耕地与播种预计需要6、7日的天数，而32人算下来就差不多7两银子，还要再修缮一下房子，怎么也得5两银子吧。之后还要每月付10个长工的月银，就不包饭，1个月也要5、600文，10个长工每月也得5、6两银子。家里日常还要开销，田地也需要继续花钱养护，这么一算，这钱还真是不够花。嫂子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乖，我家嫂子真是大手笔啊！以前过年的时候都没这么置办过，咱们这次可真是满载而归啊！确实是满载而归，有了牛和骡子，家里的日子也要上一个台阶了。走吧，回家，置办的差不多了，娘该等着急了。哎，哪来的骡车啊？那是萧家老二吧？赶骡车的是萧俊没错，车游上坐着的是萧征媳妇儿，哎，他手里牵着的是水牛。这是萧家买的？我的老天爷呀，那牛得有700、800斤了吧？还有那骡子，看着比黄牛还壮实。这水牛膘肥体壮，四蹄粗壮，一看就是上等货色。在边关，一头壮牛能抵7、8个劳力了，这可是宝贝疙瘩。更别说还有一头可以拉人又拉货的骡子。天老爷哟，这萧家的日子简直让人嫉妒！这得是什么家底儿啊？萧家竟然一口气买了一头壮水牛，一头骡车！我的娘啊，这得多少银子啊！水牛的话，少说也得10两往上，骡子更贵，再加上车架子，怕是得10几两了。这加起来岂不是20多两了？我们家一年到头攒不到2两银子，萧家就这么花了20多两买牛买骡子。二营村总共也就村长同何百户家各有1头牛，还都是黄牛。可就算是黄牛，全村人也是稀罕的不得了。桂香，桂香，怎么了？你家买牛了，还有1辆骡车呢。是啊，阿和说家里地多了，得有牛才行，不然那么多田地不好打理。20多两啊，说的这么轻飘飘的，看来萧家是真的发了。老萧家的，这牛真壮实，这骡子也好，拉车肯定稳当，以后你们家耕地就方便多了。咱们村也有骡车了，这壮牛这么乖顺的吗？回来啦，嫂子，你们坐骡车回来是不是方便多了？这牛真壮实，买得好。桂香，你们家可真是日子是越过越红火，可不是？这牛这骡子真气派。哪里，都是为了耕地方便，也全托了儿媳妇的福。快把牛和骡子牵到后院去，先喂点草料，让他们歇歇，别杵在门口让人打量了，没看到大家的眼睛都发红了吗？好嘞。地里的活儿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村长他们一大早就带着人去翻地了，干得可利索了，都没啥我的事儿。我看大家都做得挺好的，就带着阿月回来做手工了。那好，对了娘，我在镇上买了些包子，咱们今日午饭就吃这个吧。你再烧个汤或是菜糊糊就可以了。这包子多贵呀，买包子的钱都能买不少斤高粱米了。哎，罢了，如今家里有这般光景，都是靠儿媳妇那株人参卖的钱。
我这个当婆母的，要是为了几口吃食还喋喋不休，那得多少有些讨人嫌了。再说儿媳妇买包子回来，也不是她一个人吃，全家老小都跟着沾光打牙祭呢。当初也说好的，她自己赚来的银钱全由她自己做主，我可不能说话不算数，平白扫了大家的兴。可这也太费钱了啊！就这么一屉包子，几十文钱眨眼就没了，想想都肉疼得慌。包子，嫂子是什么馅的呀？肉包和菜包各10个。平日表现得再懂事，但终究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，在吃喝上难免孩子心性。桂香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做饭了。行，你们去吧。娘，我来炖一锅绿豆汤。今天天气太热了，下午给地里干活的人送点绿豆汤解解暑了。地里干活的人一个个晒得黑不溜楚的，汗水很快就能湿透衣裳。要是能喝上一碗绿豆汤，确实能解暑。那你是打算放多少？3斤吧，主要是喝绿豆水，水可以多掺和一些，能解渴就行。行。这绿豆汤就要煮软烂一些才更好喝，然后再放进井水里冰镇1个时辰，口感就更凉爽解暑了。嫂子，这包子太好吃了。等下次我去镇上多买点面粉，咱们自家做腊肉包吃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真的吗？我还没吃过腊肉包呢。哎，你别动这些，收拾碗筷这点轻剩活，我跟阿月2下就忙活完了。是啊，嫂子，你上午去镇上卖耕牛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肯定累了吧？赶紧回屋歇午觉去，这儿有我跟娘呢。行，那我就不跟你们抢了。对了，娘，灶上还炖着绿豆汤呢，你多看着点火候。放心吧，我盯着呢。熬不糊，你就踏踏实实睡你的，不用操心。娘，这绿豆汤煮得正好。赵婶、李婶，2位嫂子，你们先歇歇，来喝点绿豆汤。绿豆汤，还有这好东西呢！哎呀，这绿豆汤真好喝，又凉又甜，喝着真舒坦。可不是，这大热天的，喝一碗绿豆汤，别提多解暑了。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嘛。桂香，还是你有福气啊，都开始想儿媳的孝敬了。阿俊，去把骡车牵出来，咱们给地里干活的人送绿豆汤去。好的，嫂子。娘，我们去送汤了。去吧，路上小心。老二，你赶车悠着点啊，别把你嫂子磕碰到了。知道了。这地荒的久了，翻起来还真费劲。可不是，不过大家都挺卖力的，估计今天就能翻完30亩。村长、沈叔，小俊，你们这是？我嫂子给大伙熬了绿豆汤，还用酒水冰镇了大半个时辰，让大家喝一碗解解暑。啊，绿豆汤！村长、沈叔板，这大热天的，大家干活也辛苦了，我煮了点绿豆汤，让大伙歇一歇吧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小郑老婆，你这太有心了。大家都过来歇歇，喝点绿豆汤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真有绿豆汤喝啊！那咱们今天有口福了。没想到开工第1天就有绿豆汤喝。大家都带碗了吧？排好队，咱们1人1碗啊！带了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，谢谢姑娘。好喝，太解渴了，感觉全身舒畅。这里面怕是放了不少糖吧？
喝起来甜滋滋的，这跟我以前喝的不一样呢，但更好喝。能喝到这么好喝的绿豆汤，就是让我天天下地干活，我也乐意。你倒是想得美呢。不得不说，萧家办事真大气，不仅工钱给得高，还管绿豆汤，可不是？这待遇比去镇上干活强多了，离家还近。以后要是还招人，我还来。按这个进度，3天就能把100亩地全部翻好，再用2、3天的时间来移种种苗。等100亩地，就家里买的那点副种子肯定不够种，得赶紧回去想想办法。阿俊，咱们回吧。嫂子，我想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干点活，反正都在家里也没啥事儿。行，那你就留下吧，早点回来。好，嫂子，你赶着骡车回去吧，我干完活跑回去就是。已经发芽了，照这个速度，再过2日便能出土见光了。只是这种颗粒种子，一斤才育出了1、2万株苗。之前在集市上买的番豆子与番薯子，加起来不过12斤左右，最多也就能育出10几万株苗。如今100亩地，想要全部种满，至少也需要25斤种子，差了一半啊！时间很紧迫，只能用异能加速了。红薯这边，只要挖出几株刚发芽的幼苗，找个隐蔽的地方。至于土豆这边也同样可行，催出一批土豆后直接切块，而一个土豆可分成4到8块带芽块，然后它再用木系异能温和包裹芽点，催芽愈合再催生，如此循环几轮下来，就能造出几百斤的土豆块种，完全能够种满100亩地，甚至还有多余。至于后面红薯种长出来的藤蔓，还可以买地接着种上，分出一部分送给村里关系好的人家也行，这样也不至于让人觉得萧家一家独占好处。但眼下的问题是，这些突然多出来的藤苗该如何解释？要怎么拿出来才不惹人怀疑呢？有了！娘，吃完饭我去镇上一趟。去干啥呀？上次赶集时，那位胡商说近日还会有一批藤苗种子到镇上，我担心家里的种子不够，所以再去买一批成苗。你要一个人去啊？要不让阿俊陪你去吧？是啊，嫂子，还是我跟着你去吧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路的，主要我是担心种苗太多占地方，要是我们俩都去的话，倒是栽不下怎么办？小俊，你知道怎么赶水牛，所以今天就由你负责把水牛牵到地里去干活，早点把种苗移栽到田地里，咱们也能早点收割。嫂子，阿月，你就在家里带着婶子、嫂子他们做手工活，距离下次赶集也没几日时间了。娘，如果午后我还没回来，你就再给干活的乡亲熬煮一锅绿豆汤吧，就按照我昨日弄的那样。他把每个人都安排得妥妥当当，铁了心要一个人去啊。算了，边关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民风还是好的，应该出不了什么岔子。行吧，既然你都规划好了，那你自己多注意安全啊。放心，我以前在府里还是学过一些防身手段的，事情办完我立马就回来。可算是安抚他们了，真要他们跟着，还怎么施展异能啊？到了这里，骡车肯定是上不了山的，但要是把骡车直接留在这里，要是被有心人顺手牵羊牵走了，那损失就大了。走吧，二壮，得再往深山里走走，大量的催生土豆与红薯，绝不能让别人瞧见了。这异能升级了！刚穿越那会儿，催生一个野草都要费了好一会儿时间，现在不过几秒之间，种子就抽出长长的秧苗，甚至不到1分钟就结出了饱满的果实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就升级了呢？难不成还真如我想的那般，因为与萧征的阴阳结合，所以导致异能产生了变化？不管是不是，异能能升级是好事情。什么声音？难道又是野兽？他这是感受到空气中的木系异能气息了。
异能升级带来的惊喜，远比预想的还要大。这一批催出来的土豆量够足，估摸着得有400多斤。等回去把这些土豆全切成带芽眼的快针，再加上后院已经育好的土豆秧苗，凑一凑，差不多能占满1/3的田地。红薯藤繁殖可比土豆快多了，扩种速度也猛，剩下2/3的地全种红薯正好。一根主藤拆成10几段，催根也就几分钟的事儿，倒是省功夫。差不多了，这些量种满剩下的地应该是绰绰有余了。哎呀，不许再吃了！吃吧吃吧，等你们吃饱了，就该轮到我吃肉了。足足20捆，骡车不会装不下吧？来，二壮。这捆不过5、6斤，20筐最多160斤，以你的力气完全没问题。实在是我一个人扛不动3袋土豆，只能辛苦你多驮2袋了。等回了家，给你加2把炒黄豆犒劳你。奇怪，刚才明明有道视线盯着我，我绝非多疑。在末世挣扎多年，这份警觉不会出错。可若真是活人，呼吸与体温，我不可能半点察觉不到。来了，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又来了，这次方向居然换成了左后方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要是寻常山里的野兽感应到我的木系异能，早该傻乎乎凑过来了，怎么反倒躲着？不弄清楚，走的都不踏实。这个小玩意儿，体型不大，跑得倒是快。看气息是个野物，对我也没恶意。盯了一会儿就自己跑远了。这深山老林还真是深藏不露，每次上山都能碰着点新鲜事儿。行吧，既然没歹意，就随他去了。今儿可真是个好日子，不但搞定了种苗的事，还顺带捡了这么些野物，妥妥的满载而归。走，二壮，我们回家。这么多野货，等下回村，若是被旁人撞见，保准要惹得众人眼红嫉妒。凡事还是低调些稳妥。说到底，肉落进自家肚子里，才是实打实的好处。算算时辰，从早上出门到现在，居然连一口水都没喝。这刚一歇下来，恶意直接跟潮水似的涌上来了。动用异能果然太耗身子，比干一天重活还累人。得赶紧回家了。走了。娘，我回来啦！回来啦！买的怎么样？这么多！嫂子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番薯苗？对，红薯藤，这些应该够种了，还能余出不少。明天我们就开始移枝。快，帮着你嫂子把东西搬下来。咦？啊？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是野鸡！还有兔子，这是你买的？瞧着也不像是家养的。不是，回村的路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野肉突然就从路边窜出来，直直撞在骡车上。我当时以为二壮受惊了，结果下车一看，他们似乎都撞晕了，所以我就顺手捡了回来。还能这样？要是换成别人，那肯定是在吹牛。但是儿媳妇，毕竟儿媳妇的运气确实很好。嫂子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一只野鸡，一只杀鸡，2只兔子，这得有好几斤肉了。嫂子，今晚吃肉吗？今晚炖兔子，明天做叫发鸡。好在他们没多问，不然还真不好解释。辛苦了，一会儿给你加料。阿和，你吃午饭了吗？还没呢，忙着赶回来，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你先歇着，我这就给你做碗鸡蛋面，快得很。娘，我来帮你烧火。这个家虽然简陋，虽然平平，但处处透着人情味儿。
快吃吧，饿坏了吧？谢谢娘。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还要不要再来一碗？不用了，够了。你这孩子就是太能干了。明天一阶的事儿，你就在家里指挥歇着，别什么都亲力亲为，累坏了身子可不值当。知道了，娘。明日派10人移栽红薯，余下众人翻地。异能催生的薯苗能提速，栽完我暗中以异能滋养，10月中旬便可收割。100亩红薯丰收后，家里存粮有余，还能换银缓解边关粮荒。娘，今晚咱们吃这个。这是啥呀？这就是我要种在地里的土豆跟红薯，番邦那边称之为番豆、番薯。咱们自家地里要种这2样，总得让你们尝尝看是个什么味道吧？这就是从胡商那里买回来的作物，可这些不是用来种的吗？现在可以吃？可以，这个本身就是用来吃的，也可以留作种子。而且这土豆跟红薯啊，吃法可多了。是吗？那你说怎么做？咱们1人2根红薯，2个土豆，用来蒸着当主粮吃。再挑几个土豆切成丝，再加点腌制的酸青菜一起炒着吃，很适合下饭。剩下的几个红薯土豆，咱们丢进灶堂里烤着吃。嫂子，我口水都被你说出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这篮子交给我，你先歇着，我们这就试着做做看。大壮，慢点走，别急啊。阿俊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嫂子。大壮可真能干，今天帮着翻了好大一片地呢。村长他们都夸他力气大。那是，咱们买的可是好牛，是吧，大壮？你先把他牵到后院，给他添些料，让他好好歇歇。二壮也该喂了。好嘞。大壮，吃吧。二壮，你今天也辛苦了。阿月，往灶场里丢几个红薯和土豆，记得用湿泥巴包住，不然会烤焦。好。好香啊！娘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好。一个个都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，天天喊饿。开饭了！哇，今天这么丰盛。吃吧，尝尝看味道如何。软软糯糯的，真好吃。好吃，比菜馍馍好吃多了。这个也好吃，脆脆的，酸酸辣的，很香。嫂子，这个真能当粮食吃，要是能，咱们以后就不用饿肚子了。当然能，这土豆和红薯不仅产量高，还耐旱耐贫瘠，最适合咱们边关种了，而且吃着顶饱，营养也好。那咱们这100亩地要是都种上，能收多少？保守估计的话，1亩地能收个3、4千斤吧。这土豆的亩产量一般受品种、种植技术、土壤、气候等因素影响，在普通种植条件下，亩产通常在2000到4000斤。下属的种植情况也一样，产量一般在3500斤左右。这些土豆与红薯是经过异能优化过的高级品种，亩产应该能达5000到6000斤，就是7000斤都有可能。只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现在要是说的太高，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。3000斤，那100亩那得有多少啊？阿和，你没说笑吧？是不是真的？等到收成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我们这里的田地，好点的1亩地也就产300多斤的粮食，3000斤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没事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想了。这2种农作物产量本身就很高，再加上我自己调配的肥料，保证最后的产量只多不少。要是真如嫂子说的那样，可就太好了。可惜大哥不在哦，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土豆跟红薯了，吃都堵不住你嘴，竟敢笑话你大哥。也不知道他在军营里吃的好不好。娘，军营那边允许家属过去送东西吗？寻常当值的时候是可以的，但不能进去，得让门兵通传。如果是完全戒严，那就不许家属探望了。我知道了。如果过2天萧征还没回来，那就给他送吃食过去，总不能他们在家吃好的，就他一人在军营受亏吧。到时也给他带点红薯跟土豆过去。阿和，你说这土豆红薯真能在咱们边关种活吗？娘，你就放心吧，这2样作物最耐旱耐贫瘠，只要按我说的法子种，保准能活。今天要开始种那番邦作物了。对，村长，早种早安心嘛，还得麻烦您帮忙抽10个人出来。成，没问题。老沈，你安排10个手脚麻利的，跟着萧征媳妇儿学一学种法，其余人继续翻地。好。苏娘子，这就是番邦的作物吗？对，
这个是红薯藤，种法很简单，挖小坑，把藤节埋进土里压实，浇透水就行。记住，每隔1尺种一株，不能太密，也不能太疏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是土豆，种法也差不多，挖坑把块种放进去，注意要牙眼朝上，然后埋土佯中浇水，也是隔1尺种一块。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那就开始吧。5个人种红薯，5个人种土豆。我先在前面起个头，你们跟着来。萧征媳妇，这土豆红薯真能种出来当粮食？村长，你喊我苏娘子或是阿和都可以。好，好，好，苏娘子。村长，您放心，这2样作物最多2个多月就能收割了，您就瞧着好了。2个月，这么快吗？对，土豆跟红薯的生长期短，也耐旱耐种，其实挺适合咱们边关种植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老百姓也能多点选择了。这是啥玩意儿？怎么种法这么奇怪？听说是番邦的作物，萧家从胡商那里买的。番邦的啊，能种活吗？可别是被骗了吧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我是不敢种的。咱们边关这地连麦子都种不好，还想种番邦的东西？就是，以前都没接触过，就敢种这么多。我看萧家是钱多了，烧得慌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家萧家愿意试，说不定还真能成呢。成个屁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还能不知道这地能种啥？就是，我看啊，这100亩地，萧家是打水漂了。这萧家人怎能由着新媳妇瞎霍霍呢？你们懂什么？我儿媳妇说了，这土豆红薯最耐旱耐贫瘠，正适合咱们边关种，而且产量高，1亩地能收2、3千斤。你们不懂就不要在那儿瞎说。2、3千斤？王桂香，你还没睡醒吧？2、3千斤？你咋不说1亩地能收1万斤呢？就是，咱们这地1亩能收个3、500斤就烧高香了，还2、3千斤，笑死人了。知道你是在维护你儿媳妇，但也不能胡说八道啊！咋了？碍着你们啥事儿了？又没花你们的银子种你们的地，你们管那么多干嘛？不信拉倒，等收成有你们后悔的。到时候想要留种，可别来找我们。亏得阿和还好心想分给村里人呢，可这些人压根儿就不识货。留种？就这玩意儿还能留种？哼，咱们走着瞧。这真是苏和吗？为什么变化这么大？还有，他怎么知道番邦之物的？连我都不知道的事，他从何得知？真是烦死了，感觉很多事情都超出了预料，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苏和也是。为什么就不能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、安安静静的干活做事？最重要的是，沈家那个老太婆每次都拿我跟苏和比，这让我如何应对？哎呀，怎么了娘？发芽了！你种在后院的红薯土豆种子发芽了，这才几日啊，发芽速度真快。看来这2样作物确实生长得快。种下有4天了吧，也差不多了。我就是觉得这2种作物长势很好，看来确实很适合咱们这边的气候，一点也不影响，还挺耐种的。娘，我们吃完饭把苗送去地里吧。苏娘子，这怎么跟昨日的不一样？这是另一种育苗方式，昨日种的是藤苗和块种，今日这些是用种子培育出来的芽苗。2种方式都能种，但想要生长速度快又产量好的话，那就要选择块种与藤苗的方式了。我上次赶集的时候就只有种子，还是后面听那位胡商提了一嘴，所以我才又跑了一趟镇上，从他手里买了一批藤苗与块种。再说咱们家买了100亩地，总不能荒废吧？我就想着都给种上。是了，在理。只是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呢。种植也是需要技巧与秘诀的，不可能所有的种植方式都一成不变。苏娘子，那你这……村长，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既然讲究技巧，那你还怎么告诉我们？不怕我们学了去？村长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藏着掖着。边关苦寒，大家都是为了讨口饭吃。若这土豆红薯真能种活，产量又高的话，我巴不得家家户户都种上，大家都能吃饱饭。更何况老话也说了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一样的方式，每个人种植过程也会略有差异的，最终产量如何，还得看个人的本事。苏娘子大义，不敢当，我不过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总算要完工了，下午再收个尾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婶子们的手艺没话说，明日肯定卖得很好。能卖出去就好，不然他们领着的工钱多烫手啊！阿月，那我们就回去了，午后再过来。兰花啊，你们这是干嘛去呢？当然是回家呀。我是说，你们去萧家干嘛呢？是啊，
我们瞧着你们这几日天天都往萧家跑，难不成萧家还有什么好事儿？能有啥事儿？你们一天天的瞎掺和，我们就是去帮工做点活儿。帮工做活儿？做什么活计呀？怎么没听说？萧家啥时候又请帮工了？做点手工活罢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还要赶着回家做饭呢，就不多聊了。没错，你们不要一天天的就盯着萧家，多干点正事儿吧。有需要的时候，萧家自然会跟大伙儿说的。你们说萧家做什么手工活啊？还特意请了人？谁知道呢？反正萧家最近古古怪怪的，净整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出来，真是日子好了就瞎折腾。嫂子，你说咱们今天的饰品能卖完吗？我估摸着应该差不了，即便没卖完，咱们还可以分销出去，不用担心卖不出去。那就好。出发！这次的东西可不少，有了骡车就是方便。要搁以前，带着这么多东西去镇上，来回一趟累死人。翠花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呢？去镇上逛逛。哟，你们沈家也发财了，地里不干活了，还有闲心思去镇上逛逛。嗨，这还不是我家儿媳妇做了几样绣品吗？她对镇上的店铺也不熟悉，怕被人坑，这不特意让我跟着去把把关。明明就是担心我会私藏卖绣品的钱，特意跟去防着我的。要不是他天天在家里听念叨着拿我和苏荷比，我才不想绣什么绣品。一条绣帕也就几10文钱，累得腰酸头痛不说，还把手指都扎破了。哟呵，绣品啊，那可得仔细喽。听说一件绣品能卖不少银子呢。那是，差不多也就那些男人10天半个月的工钱吧。咱们村还没有谁会做绣活呢。翠花，你拿出来给我们也开开眼呗，让我们瞧瞧啥样的绣品啊，让我们也长长见识。行，那我就打开让你们见识见识。娘，这绣品精实，要是被刮痧了，就卖不到好价钱了。也对，村里人都常年干活，手上全是老茧，要是碰坏了绣品，那还怎么卖钱？哎呀，对不住了各位，不是我不给你们看，主要这绣品娇贵的很，碰不得。等我们卖了银子回来，再跟你们好好说说，成不？行行行，那你们快去吧，可别耽误了卖绣品的好时辰。对，早去早卖，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呢。家里有个会绣活的儿媳妇，比男人下地干活强多了。要是我家也有个这样的儿媳妇就好了。你就别做梦了，会绣活的姑娘哪能看得上你家那穷小子？萧月，就这儿了。今天这么多新花样，肯定好卖。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京城来的新花样，发绳、发带、木簪香包，样样精致，样样便宜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！嫂子给你做个新造型，这样更能吸引客人。这发带是你们卖的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多少钱？发带8文一条，发绳5文钱2根，木簪花15文一支。这么便宜，给我来1根发带，1支木簪。好嘞。小娘子，你这发型是怎么梳的？能教教我吗？这个口水巾多少钱？我家小孙子正好能用，上面绣的小动物还怪讨喜的。这个香包好看，好别致啊！就是这家，上次我买的发带可好看了，你们也来瞧瞧。哎呀，又多了好多新样式啊！娘，你看那边好热闹啊！那边卖什么呢？围了那么多人。兴许是卖什么新鲜玩意儿吧。我去看看。竟是萧家人，真是晦气。不过萧家在卖什么呢？生意竟这么好。怎么了？看到啥了？哼，是萧家的摊子。萧家？没想到萧家竟然来镇上摆摊了。可他们家有什么手艺能来摆摊儿啊？他们在那儿摆摊，生意可好了呢。他们卖什么？我没看清，人太多了，我挤不进去。苏荷又在搞什么名堂？这样，你留在这里仔细打听下，看看萧家到底在卖些什么，价钱几何。我跟你嫂子卖完绣品就过来。好。掌柜的，你们收绣品吗？收是收，
先拿出来瞧瞧。掌柜的，您瞧瞧，这是我儿媳妇的手艺，她从京城官家学来的。哦，那我瞧瞧。就这，针脚倒是整齐，但花样简单，绣工称不上多精细。这2方手帕我给15文一方，2方就算你们30文吧。啥？15文？掌柜的，您没说错吧？这可是精细绣活啊，绣了一整天呢。我家儿媳妇儿可是从京城来的，这手艺也是从官家学的。瞧瞧这手帕多好看啊！掌柜的，您再加点儿。大娘，不是所有绣品都值大价钱，这刺绣也是要看技巧绣工的。您自己瞧瞧，这朵小花的针线并不密实，而且花样也很简单普通，就是个最常见的样式。您让我怎么卖？我收了也得转手，转不出去我就砸手里了。15文一方，已经是看在您大老远来一趟的份上了。那您瞧瞧这个满额呢？这上面的花草纹够细致了吧？这件绣工确实比手帕好些，针脚细密了，主要是花纹的色彩搭配的很假，也算得上精巧了。这个满额我可以给你们算30文，再高我也出不起。我这小本生意您也知道，进货出货都要本钱。30文，真不能再加点了？不能了，大娘，这价钱已经很公道了。你要愿意卖就卖，要是不愿意卖呢，就带回去吧。这就是你所说的好手艺。这几日为了让你能安心在家里做绣活，家里跟地里的活都是我们母女俩做的，就盼着你的绣品能卖个好价钱。结果呢，花费几日绣出来的3样东西，加起来还不到100文，这点钱能干什么？这也不能怪我啊，连绣了好几日的绣品，我也很辛苦的好吗？哪知道这绣品在边关如此廉价。卖，我们卖，一共60文，您给钱吧。本以为绣活卖了钱能让沈家人刮目相看，没想到反而被嫌弃了。可怎么说，我也帮着家里挣了60文钱啊，至少我有收入，没有吃白饭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绣品卖的这么便宜，要说也是怪这个老太婆又贪心又抠，既想让绣品卖个好价钱，又舍不得买好点的丝线布料，那么粗糙的布料能卖到60文就很不错了。娘，你们回来啦？怎么样，嫂子的绣品卖了多少钱？今日能买肉吃吗？60文。60文，就这么点啊？哼，就这么点儿，你还想多少？当店铺是你家开的？对了，娘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萧家那摊子上卖的东西可受欢迎了。卖啥？他们在卖一些从京城来的小饰品，什么发带、发绳、香囊，还有一些带小花的木簪子。一条发带就8文钱，一根簪子15文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拼色小布包要30文呢。你不知道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估摸着他们就卖了好几百文了吧？啥玩意儿？一条发带就8文钱，一个小布包要30文，这么贵有人买吗？我亲眼看见好多人买呢，那摊子前围得水泄不通，生意好得很。嫂子，你知道那些款式吗？你跟那个苏荷都来自京城，既然他们能卖，没道理我们不能卖啊。你说说怎么做，我跟娘帮你打下手，咱们也做这个卖。这个什么？你倒是说呀！你不是从京城来的吗？这些东西你应该知道吧？这是又想给我找事干呢。光是绣品还不满足，现在还要我做其他的花样，想累死我吗？什么发带、发绳、拼色小挎包，我都没听说过。苏荷怎么会这些？他到底背着我学了多少本事？之前还真是小瞧他了。眼下婆母与小姑子都眼巴巴地看着我，要是说不会，他们会不会认为我样样都不如苏荷？我是听说过，但我没做过这些小玩意儿，京城的千金大小姐哪会看得上啊？尚书好歹也是2品大官，一生用度都是有规格讲究的，岂会用那些小摊上的物件？那个苏荷8成也是休假出府的时候在街边上学来的。没做过，那你看看能不能学，咱们也跟着做，说不定也能赚不少钱呢。我试试看吧。那就好，走，咱们先去瞧瞧他们摊子上的样式，回头咱们就在家里照着做。对，还是我宝珠有头脑，走去看看。等会儿你可得仔细瞧清楚了，知道吗？没道理，苏荷会的，我不会。哎呀，这不是桂香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摆摊了啊？这个刘翠花什么时候会主动跟他打招呼问好了？多半又起了什么小心思。桂香啊，你们家如今可真是日子红火了，又是买牛买骡车的，还买了那么多田地，现在还摆起摊来了，这生意瞧着可真好啊。还好。大姐，您瞧，这颜色配您的肤色正好。再加上这只簪子，整个人都显得清爽利落。哎呀，
真好看。小娘子，你这心思可真巧，给我包起来吧。可京城何时流行过这些小玩意儿了？我之前常跟着大小姐出府，从来没瞧见过啊。这些小玩意儿应该是苏荷自己琢磨出来的，然后打着京城的名头来卖的吧？既如此，那我也可以，只要照着这些样式做，我也能卖钱。随他看吧。手艺这玩意儿可不只是会了就能行的，还得懂搭配。最重要的，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，搭配出来的色彩与风格自然也不一样。光照着样式学，那就永远只能跟风，只有创新才是王道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创新。只要我创新快，就不怕后面的人跟着学。看够了，还想知道什么啊？桂香啊，这些玩意儿就是你们这几日在家里做的。听村里人说，赵兰他们在萧家帮着做手工活的事儿，应该就是做的这些小饰品吧？哼，王桂香这泼妇竟也学会诓人了，还京城来的新花样，分明就是他们找人做的。嘿，我说你还能再不要脸点吗？要不要我把制作方法直接告诉你得了？真是越活越没脸没皮了，竟还跑人家摊子上打探生意门道。我告诉你了，咱们家还做不做生意了？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咱们走。嫂子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家新媳妇也会做这些花样？不用担心，这些饰品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，跟京城的样式不一样。唉，刘翠花他们怕是也打上这主意了。刚才他们几个听得可认真了。没事的，娘。这种情况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分析过了吗？下一次赶集，即使没有他们，也会有其他跟风的人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只要咱们每次都有新花样，那他们就只能跟在我们后面跑，我们永远都是赚大头的那一份。嫂子说的对，况且做这些饰品也是需要成本的，请人帮工更需要一定的银子，沈家会舍得吗？就算真学会了，咱们到时候再出新花样就是了。对，就是这个理儿。娘，您就放心吧，咱们继续做生意，别管他们。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啦。差不多卖了一大半的货了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毕竟这次带来的货量是上次的4倍之多，已经完全超出零售预期了。今日进账至少有3两银子，小本生意薄利多销嘛。咱们收摊了吧？啊，这就收了？可咱们还有不少的饰品没卖出去呢。是啊，嫂子，要不再等等？没事，收吧。回去后我还有安排。那好，听你的。走，咱们去吃饭。哟，几位客官，快请坐。老伯，来4碗汤饼，4个糊饼，另外再打包6个糊饼。好嘞。萧家回来了，你们瞧，他们车上还装着东西呢。开树。嫂子，你算算咱们今日赚了多少？这么多铜板，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。好了，你们俩别打岔，让你们嫂子好好算算，总共赚了3两762文钱。哇，这么多，将近4两银子了耶！确定吗？没算错，就是这么多。扣除咱们买布料的成本30文，5天4人的工资1200文，还剩余2两562文钱。但这还不是咱们的最终盈利，因为还留有小半的饰品。等把剩余的饰品清空了，才是咱们这段时间的最终盈利。我估计能达到4两银子吧。4两银子。对了，嫂子，剩下的这些饰品你要怎么处理呀？对呀，你之前说有安排，是有什么其他法子吗？娘，阿月，你们想想，咱们边关镇就那么大，大家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。今天买过的人，短时间内不会再买了。咱们总不能老守着一个集市卖吧？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得主动扩大销售路线啊！能来镇上赶集的只是一部分人，但边关镇附近却有着10几个村庄，咱们可以找几个愿意跑的货郎合作，让他们挑着货去各个村子里卖。或者咱们村有哪些人家日子过不下去的，我们也可以代收给对方去卖。咱们把价格降低几文，让他们赚个辛苦钱了。当然，如果他们有本事合理的卖出更高的价人，那也是他们该得的。倒是可以考虑在他们店里集卖，但如此一来就得防着2家断了自家的后路。毕竟货源在他们手里，他们想要做大，快速销售一批，那可就比我们便利多了。对，这样一来就能快速销空咱们的货量了。下一次咱们就换个花样，
继续做新的饰品。只要咱们一直推陈出新，就不怕没生意。嫂子，你这脑子真好使，我就想不到这些。慢慢来，以后凡事你多琢磨琢磨，你也能想到的。绕着周围的村子兜售比较靠谱，虽然慢了些，但胜在稳妥，也不会被人家卡了脖子。那咱们明天就去找货郎。嫂子，我想去跑货。你想去？对，我跟着你们去集市摆了2回摊子，价格什么的都很清楚了。反正近期家里也没啥活，我想去试试。可以啊，你跟阿月也大了，也该开始慢慢给自己攒点钱了。但这门生意是娘跟阿月在负责，你如果想跑货，就找阿月对接。啊？找我？对啊，你跟娘才是这门生意的负责人，银钱跟货品都要经过你们的手。我之前说过的，我不干涉这门营生，但可以给你们提供点子与创意。至于这利润，你们要怎么分配，这就要看你们怎么商量了。但我建议，除开工钱外，娘跟阿月利润对分。其实阿月做的时间还要多些，而娘却要多花心思在家里跟地里的活计上，但都是自家人，这方面就不用计较的那么细致了。利润对分之后，娘跟阿月都是有能力赚钱养家的人了，你们每次也可以拿出几十文，或是一月拿出100-200文钱交给宫中，当做咱们家日常开销的费用，相当于咱们一家人一起赚钱，一起在养家。嫂子，那我呢？我怎么听着全家就我一个人是吃白饭的呢？不急，你在家里也是有付出啊，比如每次赶集摆摊，你也是出了力的，让娘跟阿月每次支付你相应的工钱。还有，你去地里干活，我也会支付你相应的工钱，不能让你劳动付出白费了。接下来，你不是还要去跑货吗？你每日所卖的，除开需要给阿月的进价，剩下的就是你赚的了。自己赚钱，儿女们每个月还交钱给宫中养家，那我的钱还是我的，儿女们给的钱也是我的。怎么样？我这么说，大家都能理解吗？这样一来，咱们按劳分配，也按劳所得，每个人都能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。嫂子，我没意见，我都听你的。好了，既然咱们家每个人的责任分配清楚了，那接着来说销售商的事，就是跑货。比如货郎要拿多少货，阿月这边你要做个星记，每日他们跑货回来再做个核对，这叫清账。如果有损坏的，就要自己承担损失。这样吧，损坏1个就算了，就当是给他们的样品展示了。如果损坏了2个，就要负责损失了。嫂子，那我们拿货要给银子吗？可我手里也没银子啊。咱们可以不要押金货款，但要签字画押拿货。如果是外村的，就要找个本村人做担保，每天有时末清账，卖出去多少就得交回多少货款。这样行？那嫂子，我可以喊着虎子跟我一起跑货吗？行啊，反正都是按规矩来办。至于你们是合伙销售还是分开，看你们自己。阿和，辛苦你了。娘，您别这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一起努力，日子才会越过越好。今日耕完最后一片地，这100亩就算彻底翻整完工了。紧接着就得安排播种，之前移栽的土豆和红薯，统共才占了1/3的地，剩下的得尽快规划妥当，不能让地荒着。主粮自然是越多越稳妥，冬麦，也就是这里人说的粟麦、秋麦，必须得安排上。赶巧这几日村里屯田也要开始种冬麦了，先划出30亩地来种这个，再拿出10亩地种些白菜、芥菜、萝卜之类的菜蔬。边关冬天极其寒冷，半片新鲜菜叶都难找，这些都是耐存的过冬储备，多囤些总不会错。再辟几亩种冬葵和苦鱼，这2样长得快又耐寒，人能当菜吃，切碎了喂牲口也行，枯败了翻进土里还能肥田。冬天草料金贵，这些都得提前备足了。余下这10几亩就先留着，后面专门扩种红薯扦插藤苗。算着日子，20天后第一批种薯就能苗剪扦插了。长出来的红薯藤，每隔10天半年就能剪1茬，最多能育3茬苗。不光够把这10几亩地补满，到时候还能分出不少藤苗送给村里相熟的人家。这么一整理就全清楚了，接下来就全开农忙模式，赶着时节把种子都播下去。不对，总感觉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？桂香，咋样了？卖出去了多少？是啊，我们今天在家担心了一上午。你们放心吧，卖得很好，带去的货卖了1大半，剩下的也有安排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这一路都在想，若是没卖出去，可真没脸拿这份工钱了。你们想多了，
你们做得好，也付出了劳动，那钱就该拿。来，这是你们的工钱，4个人5日的活计，你们自个数数，对不对？真领到工钱了，活了几十年，这还是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赚到钱。是啊，谁能想到咱们也有一天挣60文的时候，简直就跟做梦一样。那剩下的饰品怎么处理？需不需要我们帮忙？剩下的我们打算找人跑村子卖。那个，桂香，你看我家侄儿合适吗？可以啊，反正要求我也跟你们说清楚了，要是他们愿意，就让他们尽快过来取吧。这一批卖完，下一批还得看我家阿和怎么安排了。好，好，桂香，我能不能也挑一些去卖？你也要？对，我带着老大媳妇儿一起，上午跟下午各跑一个村子，也不耽误做饭，能赚一点是一点。行啊，你们自己安排就好，我自然相信你们。但涉及到金钱，咱们还是按规矩来，这样我们也好管理其他人。应该的。那我回去一趟，我得赶紧找人叫我娘家人过来。萧兰，这个发我要10条，这个绳也来10个，还有这个小挎包。来，按个手印儿。早就坐不住了，得赶紧找虎子商量这事儿。虎子，有个赚钱的路子，要不要一起干？干，当然干。那我们先合伙，这样也有照应，也能多拿一些货。阿月，我跟虎子来拿货了。来啦！阿月妹妹，叨扰了。我听阿俊说你们家发饰好卖，也想试试，赚点零花钱贴补家里。不叨扰的，虎子哥，可以的。我先给你登记，把拿货的规矩都写在单子上，你听着，要是没问题，就按个手印。代销人萧俊江虎，首期拿货江虎哥、二哥，你们看看，没错的话，就在落款这儿按个手印就行。我跟萧俊穿一条裤子长大的，信得过他，也信得过你们家。那是自然，我嫂子定的规矩，从来都是明明白白的，亏不了人。你们是现在就拿货走，还是等明日一早再开始跑？现在就走，这会儿才未时，天还早着呢。我跟萧俊都合计好了，就近转几个军户村。这会儿妇人姑娘们都在家做针线，正好上门问问。对，先拿半篮试试水，卖得快，我们再回来补。都点清楚了，你们再数数，卖的时候就按咱们定的市价来，别乱了价。放心吧，错不了。嫂子，你看我处理的怎么样？流程都对吧？对的，你做得很好。阿和，绿豆汤可以送过去了。好。来啦！萧家送绿豆汤来啦！我现在每天最期待的时刻，不是下工回家休息，就是萧家送绿豆汤，谁说不是嘛？来，一人一碗，慢慢喝啊。哎呦，这一口下去，整个人都活过来了，真是解渴呀，比喝糖水还舒服。跟着萧家干活，不光有工钱，还有绿豆汤喝，这日子值了。就是这几天干活，我都不觉得累。村长，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明天开始，军户村那边也要开启屯田任务了吧？是的，没错，每年都是这个时候。但我这边还有大几十亩地要秋种，最多能缓2天，再拖就要错过最佳播种时节了。所以我想一事不烦二主，还是请您帮忙再招一批人手。本村人手不够，就只能招些外村的了。行，没问题，我回去就去打听整理。村长，每家的屯田任务可以花钱免除吗？可以的，一个人100文。这也是考虑到有些军户家庭劳动力不足，除了屯田之外，每年修渠、修路、运粮、开荒等杂活都是可以纳银或糯米来免除。那好，村长，麻烦你帮我们家免除下，主要我们家的地都还没收拾出来，实在腾不出人手与精力。理解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定给你办好了。这几日来帮工的都是村里的青壮年，接下来几天他们肯定也要参与屯田任务，我估计能留下来继续干活的也就几个人。差不多。村长，等会儿下工后让大家来我们家领取工钱，不管有多少人能留下来，
单干一期的活儿，咱们就得给一期的工钱，后面的再重新另算。好嘞，萧征那小子有福气啊，娶了你这个勤快又能干的媳妇儿，往后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了。糟了，萧征，我就说好像还忘了什么事，官府把自家男人给忘了。那这边的事情就辛苦村长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得赶紧去营地一趟了，再不去，怕是后面忙起来，就更没时间了。娘，我明天想去营地看看萧征，顺便给他送点吃食过去。对哈，老大已经好些日子没回来了，之前还天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，盼着儿子回来。这段时间忙着种地做饰品，竟是把人给忘了个干净。行啊行啊，那你打算做点什么吃食？我来帮忙。这当娘的还不如儿媳妇记挂着儿子。我打算做点猪肉干，再蒸一只腊野兔，另外带些土豆、红薯过去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好，老大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娶了这么个好媳妇。瞧瞧，对他多上心，一出手就是一整只兔子。他们一家人还只是分着吃了一只鸡呢。行，那我现在先做猪肉干。这种已经腌制并晾晒过的腊肉，本身就是半成品肉干了，水分少，耐放，且还自带咸味和辣香。但肉质偏硬偏柴，还需要加工回软一下。娘，这种肉不能泡久，不然味道会散。哦，原来还有这讲究。这一步最关键，蒸软了，后面才好切，肉质才不会太柴。因为腊肉本身就有咸味了，就不要再加盐了，撒了一点花椒粉和糖提味就行。这主要是为了给肉干提香，闻着就香。等烘干出来更香。先用灶火烘着，晚上再拿去院子里晾一晾，明日再暴晒一上午的太阳，下午就能给萧征带过去了。这种方式做出来的肉干，外表干爽有嚼劲，内里却不会柴硬，还带着淡淡的烟火气，既耐放又方便携带。等饿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嚼上几根。感觉我这媳妇做个吃食，比镇上的那些掌厨还讲究呢。咋咱萧家可真是捡到宝了。听说了吗？萧家今天发工资了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走。赵大哥，你点点数。没错，数正好。谢谢苏娘子，下次有活我们再来。10串就是1两银子了，萧家今天得发出去多少？可不是，早知道我也去报名了。就是，当时要是积极点，这钱不就揣进自己口袋了？苏娘子，你们家还招不招帮工啊？先给我们报个明白。苏娘子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我只要25文一天，就你25文钱都算给多了。就是，谁不知道你赖狗子是全村最懒的？我家确实还要再招一批帮工，准备秋种，工钱还是一样，保证不拖欠工钱。真的假的？还按30文？我们萧家自然说话算话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我们既付了工钱，那自然是有要求的。首先，这肯定是要勤快能吃苦的人，否则岂不是花钱请了一个大爷来？如果有符合要求的，欢迎大家到村长那里报名。这话说的在理，就该再这样。对，我们干活绝不含糊。明日就开工，工期10天。若其他村子有合适的亲友，本村人也可以推荐过来。真的吗？外村人也可以？那我替我娘家兄弟报个名。我也要报一多，每户不限人数吧？每户不限人数，只要干活麻利勤快就好。但若是中途发现偷奸耍滑的，立马走人，当天的工钱也不会结算。好，放心，我们都是本分的老实人，就为了赚点银子贴补家用。对，村长你就放心吧。放心，没问题。虎子来啦，吃了没？吃了的，婶子。这孩子没说实话，这个拿着垫肚子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跑着卖货。婶子，我真吃了，您留着给阿俊吃。拿着，我们家就这粗模，再好的也拿不出。这已经很好了，等跑货赚了钱，也给娘和妹妹买细粮吃。走吧，我好了。路上慢点儿，早去早回，娘放心。娘，咱们家有做黄豆酱吗？黄豆酱那玩意儿多精细啊，又费料又费功夫的，寻常人家哪舍得做？不过你李婶倒是做了一些，怎么你想吃豆酱？我可以去找她买一些。我想给阿征做点蘸料，既可以用来蘸蒸土豆与红薯，也能下饭，夹着馒头馍馍吃也不错的。怎么感觉有点羡慕老大了呢？这媳妇可真是处处想着他呀，吃不吃的习惯都操心上了。行，那你需要多少？我现在去你李婶家买一些。可以的话，就1罐的量吧。行，等着。
嫂子，你这是在干嘛？兔肉辣味咸重，得先泡半个时辰拔咸味，中间还得换2归水，吃着口感才刚好。先铺层姜葱去腥，再淋少许米酒提香。嫂子，这个也要撒吗？得放，咱们家没辣椒，这山猪鱼干带着点辛辣劲儿，虽比不上辣椒味冲，也能添几分鲜辣，勉强能替上。大火蒸2刻钟就成，这样蒸出来的兔肉紧实有嚼头，越啃越香。光听着我都馋了，大哥可有口福啦？别说，这豆酱虽然制作麻烦，但闻着是真香，就着这个酱都能多吃几碗饭呢。那下次我去镇上买一些黄豆回来，咱们家也做一些。行，你看着办。好香啊！这是什么酱料？有点呛人，但闻着又很有味。阿和，你这是做的什么呀？我这是在黄豆酱的基础上，又添加了一些调味，改良了一下，算是辣椒酱的一种吧。辣椒酱，味道确实挺霸道的，直往鼻子里钻呢。你这手艺没得错。给萧征准备的吃食弄好了，差不多也临近午间饭点了，顺手就把午饭也做了。有了酱料，咱们今天中午就吃煎鸡蛋卷饼。鸡蛋卷饼？对，鸡蛋卷饼。刚好菜篮子里还有2根黄瓜，可以切成条，蘸着酱料裹着吃。哇，听得我现在就想吃了，真香！嫂子，这酱料太有味儿了。这酱料真不错，配什么都好吃。娘，我去营地看阿征了。行，路上小心些，早去早回。好。自从有了这辆骡车，出行确实方便了许多。以前步行得小半个时辰，现在轻轻松松就赶到了，省了不少脚力。2位大哥，麻烦帮忙通报一声，我想找前营百户长萧征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媳妇儿。你等着，我去通报。辛苦2位了，自家做的一点吃食，你们当个零嘴吃。那就多谢嫂子了。麻烦了，这就是边关军营，戍边的将士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操练巡逻，守着身后的万家灯火。报告百户长，外头位小娘子找您，说是您家里人。你说啥？师弟妹来了吧？瞧你这眼睛都亮了，装什么镇定呢？还不快去！操练了一上午，汗混着泥，简直就是灰土脸的。媳妇见了不会嫌弃吧？咋不走了？回去洗把脸。这小子见媳妇儿还讲究上了。媳妇儿好像比之前更好看了，眉眼舒展，神态从容，浑身透着一股沉稳的气质。媳妇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怎么过来了？是家里有什么事吗？他又黑了，也瘦了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？可能是最近操练的多吧。那也要多爱惜自己啊！你一个人在这边，我们也照顾不到你。有人惦记，有人挂念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。你怎么突然来营地了？还说呢，这么久也没回来一趟，我们都担心你。我在家做了些吃的，想着给你送点过来打打牙筋。这是我昨天做的猪肉干，饿了馋了的时候就嚼上一根。这是腊野兔，你可以拿出来跟同僚兄弟们分一分。毕竟出门在外，多靠朋友兄弟，该大方的时候也不能小气了。哦，这个是我创新的辣椒酱，可以用来蘸土豆吃，也可以夹着馒头下饭，很香的。这是单独给你装的猪肉干，你自己留着慢慢吃，别一下全分出去了。媳妇儿对我也太好了。还有，这个就是我从胡商那里买回来的土豆与红薯，你尝尝。咱们家里的地也种上了，等10月中下旬收成，就能吃个够了。媳妇儿，放心吧，家里一切都好，地里的土豆和红薯都出了苗，长得还不错。等收了粮，咱们家的日子就能好起来了。
还有阿俊也在帮咱们卖饰品，找了几个货郎，做的有模有样的。娘的身体也好，月儿也听话。辛苦你了，媳妇儿，我还在当值，不能离开太久。好，我看着你离开，等过几日我抽空回来看你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在营里好好照顾自己，别累着身体了啊。知道了。你等我回来。走了。老肖，你干啥去啊？吃饭都不积极，要是去晚了，又只剩些汤汤水水了。我就不去了，我晚饭有着落，你快去打饭吧。嘿，这老肖啥意思啊？他媳妇儿下午给他送东西来了，我亲眼瞧见的，一大篮子呢，肯定给他送的吃食。嚯，这个老肖这是想偷偷吃独食呢。不行，咱们赶紧去伙房打个饭底子，然后去找他分吃的。什么吃独食？老肖媳妇儿给他送好吃的来了，赶紧的。阿和怎么就这么可人呢？嚯，这味道够劲，媳妇儿的手艺真是没得说。好吃。老肖，弟妹给你送什么好吃的了？我已经闻着味儿了，你别想藏起来吃独食儿。尝尝吧。好家伙，老肖，你媳妇儿这是把家里的好东西都送过来了，太舍得了，比过年吃的还丰盛。老肖，你这媳妇儿娶的我都有些羡慕了。瞧瞧，都是肉啊！一个女人心不心疼你，就看她舍不舍得给你弄肉吃了。还是你小子有福气。唉，这伙房的伙食真是越来越……对啊，你瞧瞧咱们今日吃的啥呀？一块肉片都没有，就一点油腥沫子。这段时间大家操练量一点没减少，可伙食却一天比一天差。我听说上面在精简。什么？都这样了，还要缩减粮饷？干脆让咱们喝西北风算了。你吼啥呢？上面的事儿咱们也做不了主，咱们是兵，就得听从安排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不是赶着来分食的吗？不想吃了？吃，当然要吃。好家伙，这酱料绝了！老肖，你媳妇儿这手艺，我还从未吃过这么够味的酱。这是我媳妇儿改良过的辣椒酱，还有这个土豆跟红薯，量不多，你们就尝个新鲜吧。这两样作物是番邦来的新品种，据说每亩能出产3、4千斤粮食。我媳妇儿在村里种了100亩，说是10月中下旬就能大丰收。要是真能高产，咱们边关的将士是不是就有希望了？老肖，你放心，咱们也不白吃你的东西。等下个月收割的时候，我们去地里帮着干活。我看这个仗一时也打不起来，那些鞑人就会搞一些小动作，消耗咱们的精力。对，上次那一战他们损伤可不少，不可能这么快就能重整旗鼓。我估计很快就能解除禁言了。这么热闹呢，大家都在这里啊！我说怎么没在伙房瞧瞧你们？你们吃什么呢？怎么闻着有兔肉的味道？好家伙，哪来的兔肉啊？你们找伙房开小灶了？嘿，你这话说的，你也不看看伙房还有什么好伙食，哪来的兔肉可以给我们开小灶啊？你们误会了，这是萧征的他媳妇儿下午来营地探望他送来的一些吃食，这不是担心他在营地吃不好吗？我们几个也是跟着沾沾光。我就说嘛，今晚的饭菜都没一块肉，哪来的兔肉？老萧，你这个媳妇儿可以啊，是不是前段时间朝廷分配的罪奴媳妇儿？犯事判罪的是吏部尚书，与他有何干系？他既已被朝廷下旨嫁与我，那就是我们萧家的正经娘子。就是，别动不动的就把罪奴挂在嘴边，弟妹也是被连累的。沈百户，你家媳妇儿给你送吃的吗？也给大伙儿分享一下呗。对啊，沈峰，你家跟萧征家都一个营村的，你媳妇儿给你送啥了？她在家里好好操持家务，照顾好公婆就足够了。我在营地里有伙房呢。也是，这媳妇儿与媳妇儿之间还是不一样的。我估计我家那位这会儿正没心没肺的吃香喝辣呢。这倒是，我媳妇就知道给我送一些鞋垫子，不像萧征媳妇又是酱料又是肉的。我当初是不是挑错媳妇了？院里静成这样，娘跟阿约应该还在地里盯着砧木罐吧。今儿是头一天播种，来上工的只有10几个人。
也正常，各家都有屯田的差事要赶，先忙完自家的再来帮工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就是种子不够用，今天播的一半是家里剩的陈种，一半是从村长和沈叔办家匀来的，也就刚够今天的量。剩下几十亩地的种子还得大批量采购，明儿一早还得去趟镇上杂货铺，计划好的菜种粮种都得买齐，顺带再买些粮食和豆子，家里存粮都快见底了。唉，这银子可真不扛花，刚赚了没多少，这一下又得花出去大半。还好有这座山在，妥妥的聚宝盆，真要是手头紧了，进山转一圈，总能寻着法子补上。嫂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听荷花说，那个苏兰，就沈峰那个媳妇儿，今天在村里到处找针线活还不错的年轻姑娘，说是要教他们做绣活。嫂子，你说他们是不是想要学我们做手工饰品啊？无所谓啊，让他们学就是了。反正下次咱们也不卖发带那些了。啊，咱们不卖了，那岂不是太亏了？亏什么？等阿俊他们把周围的村子都跑个差不多了，你说下次赶集还能有多少人买发带？即使有，那也只是极少数了。而且下一场集市肯定还有其他的摊贩跟着卖，款式说不定比咱们更多，价格更便宜。所以咱们若是再做同样的东西，那才是真砸手里了。等明日我去镇上重新采购原材料，咱们换一种花样，做别人没见过的，才能继续赚银子。那就好，听嫂子你这般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我今天跑的那2个村子，发带都抢着要，一下子就空了。我们也是，半下午就卖完了，还在村口多等了会儿，想看看拼色小挎劳能不能再多几个呢。我们明天再多努力，争取能突破100文。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赚到这么多银子。任何时候，靠着自己双手挣来的银钱，才最是踏实安稳，也最能暖人心窝。掌柜的，我要300斤的麦种，白菜、芥菜、萝卜、小青菜、冬葵、苦蕨的种子各来2斤，还有黄豆、绿豆、黑豆、红豆各类豆子共来100斤。好嘞。粮食又涨价了。是啊，旱情闹得厉害，周边县郡的粮价都飘起来了。您今日要的这般多，我已是按老主户的价给的，若是再过半月，只怕还得涨。罢了，该买还得买。再给我装50斤大米，50斤面粉，然后50斤的玉米渣，50斤的高粱米吧。这一通采买下来又得10几两，可日子再怎样，饭还是要吃的。小二，手脚麻利点儿。哎呦，苏娘子来了，这几日攒了不少碎布头，我都给你留着呢。老掌柜费心了。老规矩，这些碎布头我全要了。好嘞，苏娘子，你看还需要点什么吗？这批月白棉麻、青灰细布，还有那批暗纹素头，各减1丈。好嘞，这几款都是新到的料子，素净耐穿，做家常衣裳最是合适。再拿2包绣花针，3组常用色绣线。非常浓郁的草木气息，这是大量植物聚集才会产生的生机。既然走到这里来了，那就进去瞧瞧，买一些花种回去种在院子里也是不错的。好美！辣椒，没错，就是辣椒，而且是成熟变红的辣椒。只是这辣椒怎么跑到花草赛道来了？娘子好眼光，这是番椒，从番邦传来的稀罕物。您瞧这颜色，红得多喜庆啊！摆在屋里能看一整个秋冬呢，寓意也是极好的。番椒，这果子不能吃？吃，这可使不得。咱们这都是当盆景赏玩的，瞧个红火劲儿。感情这时候的人竟把辣椒当成纯粹的观赏盆资了，难怪在杂货店里的香料区没有找到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好在让我遇上了。这宝贝落在他手里，也算能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了。各种辣椒菜系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这个番椒有多少？就只有这3盆了。这一盆叶子瞧着有些蔫了，但果实却结了不少。小娘子诚心要的话，3盆我一并给你，就收你60文。50文，我都要了，我也就买个新奇玩意儿看看。50文，我都要了，我也就买个新奇玩意儿看看。行，50文拿走。番茄，天，今日真是撞大运了！
大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番柿，果子长得好看，就是味儿有些怪，没人敢吃，都拿来摆着看。又是观赏植物？番茄炒蛋、番茄牛腩、糖拌西瓜，这么好的东西必须带回家。这盆我要了。有了这2样宝贝，种植大业又丰厚了。嫂子，你回来啦！娘去地里招呼了，让我留在家里等你。嫂子，这是买的什么花果呀？可真喜庆好看，红彤彤的，跟个小灯笼似的。这个叫番椒，那个叫番地，都是番邦的稀罕物。等晌午回来再给你细说，这东西用处大着呢。好。这儿的横距歪了，调整一下，这边再朝一下。娘，哎，来啦！可算回来了，一切还顺利吧？顺利着，娘。种子都买齐了，麦种还是今年的新粮，饱满的很。看看种子。嚯，好种子，是新粮，没掺陈的。苏娘子，你这眼光毒啊，没叫粮铺的掌柜给坑了。是啊，如今这世道，粮铺里尽是往新粮里掺陈粮、瘪粮的奸商，专坑不识货的。前儿个老张家买的麦种，一半都是瘪谷，气得他直跳脚。掌柜的说要涨价，我想着早晚得买，索性一次就多买了些。看着我量大的份子，他也不敢坑大雇主啊。粮食涨价了？涨了，比上回贵了2成。掌柜的说，北边旱情越来越重，粮价还得飘。咱们这儿还算好的，听说有些郡县已经闹粮荒了。这老天爷真是不让人活了，所以才更要抓紧种粮。边关虽说苦寒，可只要有土有种子，总能种出粮食来，那就饿不死人。苏娘子说的对，有地种就有粮收，有粮收就有活路，都别傻站着了，赶紧干活！对，播种播种。苏娘子办事就是稳妥，这麦种选得好，出苗率能有6、7成。借您吉言，有木细异能在，我要的可不止6、7成。注意横距，别太密了，通风不好容易烂根。豆种要深一点，2指深，太浅了让鸟给刨了。我异能虽然能催发植物，但此刻大庭广众之下不好使用。嫂子，喝口水。谢谢阿月。100亩地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靠着他们10几人，速度确实慢了不少。要不是有异能滋养身体，就我干的这么一会儿活，怕是就得干趴下。果然，每一粒粮食都浸着血汗，来之不易。可一想到这些种子下了地，发了芽，长了苗，眼前不禁浮现出满田野的金黄麦浪、翠绿青菜、鼓鼓囊囊的豆荚，一串串的胖土豆和红薯。接着干吧，争取日落前把这20亩麦种都点下去。好嘞！